下面摆放了47具棺木，女性，年轻的女性，18、19岁、20岁左右的女孩子。江西挖出迄今为止出土棺木最且诡异的千年楚国大墓，古墓中挖出46位妙龄少女，且全部赤身裸体依偎在棺椁内。作为陪葬品的他们，赤身裸体地守护着墓主人2500年。那么墓主人又是谁？位高权重的墓主人为何要将46位妙龄少女赤身裸体陪葬？到底是何等居心？最让专家气愤的是，在这46位妙龄少女的盆骨处，竟然全部有像花瓣一样的绿色结晶体。专家大骂墓主人禽兽不如。那墓主人到底是谁？他又是什么身份，能让46位妙龄少女为之陪葬？保持你的好奇心，点个关注，点个赞，我们接着往下看。一天清晨，陌生男子骑着摩托车在静安乡村道路上漫无目的的闲逛。然而他并不是没有目的，而是发现了静安李家村附近的一座千年大墓，随之而来的就是开展盗墓行动。村民发现盗洞后，也是第一时间向当地警方报告，紧接着就是大批考古队员上山查看。当考古队来到半山腰时，发现了一个直径宽80厘米、深8米的巨大盗洞。专家在洞口发现了棺木残留物和墓中出土的丝织品。看到这些丝织品和木屑，专家断定古墓的年代和规模。为了保存好未被盗掘的古墓，专家决定对古墓展开抢救性挖掘。在专家看来，这座古墓的面积庞大且规格上层，一定是一位王侯将相，可能是楚国那位君王，因为古墓土堆有13米的封土，这也符合诸侯安葬规格和等级。经过考古专家连续不断的开挖，他发现古墓虽然被盗墓者盯上，但不具备大规模盗掘，所以地下一定有人们不为人知的珍奇异宝。随着封土一层层被考古专家揭开，由原来的黄泥土和石块变成青膏泥。青膏泥作为古代调节潮湿的填土，是所有古墓葬中最常见的回填土，而且静安大墓的规模远远大于其他墓葬。经过测量，南北长14.7米，东西宽约11.4米。要知道，在地下160平方米的面积下，是要存放多少陪葬品吗？这的面积可是安徽六安王墓的2倍。在六安王墓的古墓中，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、车马等随葬品，甚至出土了封存上千年前的米酒。那么静安大墓将给人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？下面摆放了47具棺木，女性，年轻的女性，18、19岁、20岁左右的女孩子。江西静安挖出一座迄今为止出土棺木最多且诡异的千年楚国大墓，古墓中挖出46位妙龄少女，且全部赤身裸体依偎在棺椁内。作为陪葬品的他们，赤身裸体地守护着墓主人2500年。那么墓主人又是谁？位高权重的墓主人为何要将46位妙龄少女赤身裸体陪葬？到底是何等居心？最让专家气愤的是，在这46位妙龄少女的盆骨处，竟然全部有绿色结晶体长出。专家大骂墓主人禽兽不如。那墓主人到底是谁？他又是什么身份，能让46位妙龄少女为之陪葬？当考古队彻底挖开了封土，展现在世人眼前的一幕，可谓是震惊全场人员。不得了，不得了！整整齐齐摆放了47具乌黑发亮的棺材，这样的阵仗谁能见过？而且47具棺材里竟然有46位是妙龄少女。就在考古队挖掘出46座古墓的同时，静安周边的一个传言不胫而走，人们纷纷传言是挖到了朱元璋女儿的坟墓。要知道，这可是2000多年前楚国墓，但又怎么回到了元朝末年呢？据历史记载，在1364年，陈友谅率领60万精兵进驻洪都，也就现在的南昌。朱元璋为了营救女儿，亲自率20万大军解围。由于陈友谅数量是朱元璋的几倍之多，故而解救不及时，所以朱元璋就用厚葬的方式将女儿埋在了静安这个偏僻小县城。那么这46位妙龄少女
就是朱元璋为女儿的陪葬物。所以当考古专家打开所有棺椁时，棺椁内全部是妙龄少女，甚至都没让她们穿上完好的衣服。陪葬少女没穿衣服也就算了，但作为朱元璋女儿，怎么可能没有珍贵的陪葬品，也似乎解释不清楚。为了彻底弄清楚事情真相，考古人员决定给棺材开棺验尸，让墓主人亲自说出其中奥秘。考古人员首先决定从主棺入手。当专家打开主棺后，惊讶地发现，主棺宽厚的棺盖上有2个椭圆缺口。难道说主棺被盗墓贼打开过？令人不解的是，主棺竟然空空如也，没有任何陪葬品，只是在主棺的外围发现了一个纯金打造的薄片。随后，专家组也不耽搁，将剩余的46具棺材逐一打开。让人不解的是，这46具棺椁内部也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陪葬品。为了弄清真相，专家通过对骨骼分析得出，这47具棺椁中，主棺为男性，其余均是女性，而且是在15到25岁之间，从而断定这绝对不可能是传说中朱元璋女儿墓。那么墓主人到底是谁呢？下面摆放了47具棺椁，女性，年轻的女性，18、19岁、20岁左右的女孩子。江西静安挖出一座迄今为止出土棺木最多且诡异的千年楚国大墓，古墓中挖出46位妙龄少女，且全部赤身裸体依偎在棺椁内。作为陪葬品的她们，赤身裸体地守护着墓主人2500年。那么墓主人又是谁？位高权重的墓主人为何要将46位妙龄少女赤身裸体陪葬？到底是何等居心？最让专家气愤的是，在这46位妙龄少女的盆骨处，竟然全部有惊人的结晶体出现。专家大骂墓主人禽兽不如。那墓主人到底是谁？他又是什么身份，能让46位妙龄少女为之陪葬？虽说在这些棺椁中没有发现什么高规格的陪葬品，但意外的是，所有棺内都出现一个装有针线盒的小篓子。难道说这些妙龄少女都是纺织女人？年轻貌美的女子离奇死亡，集体埋葬。经过对棺椁的清理，还发现被岁月浸泡的纺织品。可以说，这些纺织品足以改写我国纺织历史。通过对骨骼的分析，专家又发现一个惊人的现象，那就是这些女性胯骨下全部长出了大量的绿色物质。这些绿色物质到底是何种物质呢？这让专家不得不联想到，这些女子全身乌黑的骨骼，难道说这些女子都是中毒身亡？经过分析，在这些女性的体内发现了还像瓜子一样残留物，那么这些女工是不是被人下毒致死的？专家有了这样一个推论，那就是这些女人是专门为王侯将相制作衣服的工匠。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，这位王爷暴病而亡。为了让自己在地下也有华美的服饰，特意下令将这批女工埋在地下陪葬。于是就在一个夜高风清的夜晚，手下带着香甜的瓜果跟女工共同庆祝。他们怎么也不敢相信，这些瓜果是被人动了手脚。就这样，46位妙龄少女全部遇难。不得不说，当时的帝王是多么残酷无情。可以说，这就是静安大墓的真实缩影。